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天，22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调音师；女嘉宾小燕，21岁，来自新疆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主持人好。谈了9个月了是吧？是的。当时谁追的谁？当时肯定是我追的他了。啊，你追的他。这个小燕在这个 VCR 的最后说了一句话，说想分开是吧？对。你不太愿意。是的，一直在抱怨他很挑剔，是吧？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挺自信的人啊，而且生活中没有浪漫，我觉得就没有意思了。但是跟他在一起以后吧，他就处处打压我、挑剔我，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。举个例子说说好吧？就是生活中很正常的吃个饭，看个电影，他也要挑剔我。这有什么好挑剔的？就是如果我说我饱了，他要说我，他说你必须把这个饭给我吃完。他总是习惯每次吃饭之前就要吃很多零食，我就说吃饭的时候就正经吃饭嘛，会对你的身体更好一点。哦，我是这么劝他的。对你好吗？可是这是我自己的胃，我吃多少我自己清楚啊。他连这些都要管我，就觉得好没有自由啊。这就没自由了，这不是关心吗？这不是关心，这是在逼我。他甚至有的时候，我要是说我不吃了，他就觉得我给他甩脸了，他先甩筷子。有一次我们在饭店，他就把筷子甩了，把我一个人留饭店，我觉得这样挺过分的。好了，除了吃饭呢，看电影挑什么呀？他非要说有彩蛋，让我陪他看完最后5分钟。当时我也急着上厕所，我当时给你也解释了，我说我上完厕所在外面等你，他不行，等他出来之后就黑着脸就对着我吼，当着很多人面对着我吼，他说为什么不等我，连这5分钟你都坚持不了吗？特别不理解我。看电影之前跟他商量好了，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然后搞得大家蛮不愉快的。他跟你说他内急吗？应该可能说过吧，可能我也忘记了啊。但是我们注意点都放在彩蛋上了，就跟人发脾气啊。他总是有他自己的理由，而且有的时候总会用他的大道理去说服我，其实根本都是歪理。就像有的时候我跟他聊个天儿，他都要给我挑刺儿，就正常聊个天儿吧。他说个什么，我要是作为尊重他回复一下我觉得很正常啊。但他不行，他就非要跟我发个火，他就觉得我没有认真听他讲话了，甚至有一次他把一旁垃圾桶一脚踢翻了。为什么事儿呢？说什么？就是他在给我讲一些他的未来的计划和理想。当时我们玩了1天了，真的很累了。我也是在尊重他，我也有在听，我就好，我知道了。他就不愿意了，他觉得我没有尊重他，没有给他应该的反应。这也气啊！我感觉他是真的没有听我的说话，就是我讲了很多明天的安排和计划，我上一秒说的是，下一秒问他，他就全忘记了。忘呗，有你不就行了吗？我很担心他会出什么岔子呀。出啥岔子？因为不会总是在他身边，我就希望能够更加的能够多帮助他一点。你明天干嘛去呀？明天也是去外地，有一个小旅游的计划，2个人一起去。对。那不是有你吗？其实带着他不就完了吗？可能当时喝点酒，性子比较急。他就是因为这种事情老跟我发火，而且我说我得找一个平衡点吧，去尊重他，回复他。但是如果我说我知道了，他就用那种特别奇怪的语气跟我说，哟，你又知道了是吧？你知道你来说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什么都行。那我就只能后来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我说好吧，我不知道，他又开始给我找事儿。他就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这点常识都没有吗？你不会上网查一下吗？这种东西我没法跟你说，我们俩差距太大了，那弄得我最后都不知道到底说是好还是说不是的好。那我就后来找了一个平衡点，那我这样回应他吧。结果我这样回应嘛，他又生气，说我没有尊重他，没有认真听，很敷衍他。你说我对你挑剔，其实有的时候你做事态度确实是非常的不靠谱。就像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，一般男女谈恋爱刚刚在一起的时候都很甜蜜吧，他倒好，就像没事人一样，经常是3天能联系得到，3天就玩失踪。我感觉你有事在瞒着我一样。我怎么可能有事瞒着你？我多喜欢你，自己不知道吗？而且我当时刚开学有迎新，然后从早到晚的课，我真的一天特别累。作为男朋友不应该多理解我一下吗？而且我之前跟你说了，我这几天要忙，可能不能及时回复你，但是他就是不相信我。后来我终于忙完了吧，我高高兴兴带了个小礼物去找他，去了之后我还没说话呢，他又是冲我一顿发脾气，他总是就说爆炸就爆炸，我真的搞不好了，有时候都不知道我到底做什么事儿都是错。女生你喜欢你这师哥什么呀？就是有的时候做一些事，他的判断力很强，我觉得还蛮优秀的。但是
但是他这种优秀吧，我觉得适合做朋友啊。但是这种用在男女朋友之间相处，就让人觉得特别累啊。因为有一次，就像他叫我去见他一群朋友，就是他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，还没说一句话呢，就转身走了。一群大老爷们儿的，我一个姑娘在那儿，我也蛮尴尬的。而且他们说的话我也插不上嘴，那我只能坐旁边自己玩手机，我就没错吧。但是他就回来以后把我拽一边，特别凶的跟我说：“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，都不会跟别人打成一团吧？”我当时挺委屈的，我说我做什么了呀？我就在等你回来做一个桥梁，然后我才能去慢慢认识他们，去跟他们相处。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话也蛮片面的。当时是这样的情况，当时是我搬了新家，请朋友们过来聚一聚，聊一聊。他作为我女朋友，也应该有这种拉近距离的作用吧。我当时都收拾好了一切，我准备下去买一点酒水饮料回来，就跟他说照顾一下啊，我去就来。过了一会儿我回来了，发现我朋友倒挺好的，在一起聊天，发现他在沙发上一个人在玩手机，我就觉得挺不舒服的。你觉得她应该是个女主人张罗是吧？对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。可是女生不是要矜持一点吗？这样就很奇怪。作为情侣，应该互相扶持、互相尊重，然后朝着一个共同的点去出发。但是他总是这样挑剔我，然后表面好像装得很善良，真的。这词儿用的，装得很善良，啊，角度不一样。哎，问问啊，你现在这个分手的决心特别大吗？哎，你真觉得你比他强那么多吗？我没有啊。你真觉得你看到的都是真相吗？我没有啊。那你干嘛老那么要当爹一样的管他呢？我觉得更多的是鼓励他，他总是用一种很固守的眼光来去做，他很相信表面上看到的事情。就是你还是挺喜欢这女生的，是吧？哎，对。总结他叫天然呆，是吧？哎，你给他的关键词哈。是。你总结一下这个男生是什么？霸道，不讲理。当天然呆遇到了霸道男，应该怎么处理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好的爱情呢，是会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而不是想要试图把对方改变成自己心中那个更好的他。这个话其实主要是对男生说的。其实在你心中有一个标准女朋友的模板，你把它放在你那个模板当中，它可能有点大或者有点小，不符合那个模板，然后你就在修理它。就是你总想把它变成你心目中的样子，可是真正他想要的是什么？你理解过吗？你有去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情侣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能够相互的理解、体贴，你能够知道他想要什么，你给他的是不是他想要的？这是一种爱的方式。那女生，我想说的一点就是，你刚才说了一句话，你说我多喜欢你，你不知道吗？可是你知道，你要让他怎么能知道你有多喜欢他呢？你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方式吗？3天不理他，不回微信。在热恋当中的情侣，我觉得3个小时不回微信，都可能会有点提心吊胆。这怎么了？恨不得天天时时日日的在一起，你3天联系不到，还在同一个学校，能让他理解得了你有多喜欢他吗？所以可能在他的心中，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感情的回馈，所以他会挑剔，他会担心。所以2个人相互理解、相互迁就是很重要的，在感情的发展过程当中。还有就是认真倾听，学会听懂对方在说什么。如果真的爱对方的话，会以他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，这是深爱的方式。所以我觉得2个人都需要改变。如果想要再继续走下去的话，在未来的日子当中，要学会为对方考虑，彼此迁就，这样才能做到志同道合，一起往下走。谢谢2位。好，谢谢翟老师。来，曲总，刚才听到你们的相处模式，不可否认，你一定是非常爱这个女孩的，女孩也同样爱你，只不过她受不了你。为什么？你到底是把这个女孩当成你的女儿，还是当成你的女朋友？如果当成女朋友的话，她是有自己的个性的，她是跟你是平等，你的骨子里其实看出是不平等，如同我对我儿子讲一样，我是他的父亲，他就应该听我的，你也是这样想，我比你大，这件事情我比你经验多，你就应该听我的。但是这个是行不通的，因为你才9个月呀，我大儿子跟我8年了，
我是背后是我有恃无恐的，我就说了你，下一回你肯定离开不了我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可能会离开，背后是你对这段感情你没有足够的去尊重他，甚至于你不考虑他的感受，因为你觉得我们俩是不会分开的，因为我是爱你的，你不可能跟我分开啊，我是为你好啊。所以恰恰你有恃无恐了，恰恰你对他的爱没有敬畏感了，恰恰你不够尊重他了，所以才导致这一状况。一定要把对方足够的尊重，因为你们一定是平等的。即使有些问题存在，即使你看到了，他可能就会碰壁。有的时候一起去感受一下哦，这样反而比你说拦在他面前当成了那个壁要好得多。一定要互相理解，你们俩还是很好的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，来涂老师。一个和自己最亲近的人都相处不好的人，我不相信你跟别的人能够相处好。他说你霸道，那要看对什么人。如果你对着一个强势的女人，你可能就不是这样。一个但凡是在窝里横，在家里面指手画脚，在外面却跟别人非常礼貌的人，往往是欺软怕硬的人。另外，他还特别在意自己的感受。一个太在意自己感受的人，当然不能照顾别人的感受。刚才你所指的，当你在身边，你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，你附和他，他说你轻视他；你要是表现得比他更专注，他又认为你抢了他的风头，什么都懂，那干脆你说吧。那你该怎么是好呢？你离他稍微远了一点儿，他觉得你不关心他。但是你要多做一点，他又认为指出的一些问题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我刚才上了这个节目，我学会了很多。这位嘉宾教了我如何面对感情，这位嘉宾教我如何面对身边的人，然后托雷老师教我如何学会沉默，才是最聪明的一个决定。然后确实是因为来了这个节目之后，他才能够跟我说了这么多的我之前的不好，我才能够真正理解到我到底哪方面做的不对。刚才我又知道什么叫做道德的绑架，我用我的方式对他的好，反而是成为了一种负担。我觉得我以后应该尽量的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，我会更加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。我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我希望每天都能够站在风口浪尖上，与大家一起并肩作战。我是这样一个性格，所以我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特别坚强的陪着我一起。我不是欺软怕硬，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个人能够跟我并肩战斗下去，可以吗？你愿意留下来吗？因为我平时也不是很会表达，你让我再想一想吧。你说我让你沉默，但是60秒你说了53秒。你说你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，但你依然占据了所有的主动。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，得慢慢改。是的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9月的一场恋爱啊，来，请官们，谈的外人看来可能是风平浪静，自己倒觉得是波涛汹涌啊。3位老师从不同的角度对他们的情感进行了一些这个点评，在最后呢，男生也做了他自己的一个表达，他们的感情最终走向何处呢？请开门。来，还有话说吗？我坦然接受，我觉得，任何一个结果都是行为所造成的吧，都有前因后果。既然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就是确实是有问题，我需要去思考，想好的时候再怎么解决它。好嘞，谢谢，请回，谢谢你，多谢主持人，谢谢多谢嘉宾们。